你的下一把魅吹何必还是魅吹？我手里这把键盘可能还真没几个人能猜出这是什么牌子的。这里也不卖关子了，这款就是杜卡洛打磨了半年时间准备出的新品 FJ75啊，这里就叫它飞机75吧。和友商相比啊，他们家出新品的速度确实是慢了点。怎么说呢？慢工出细活嘛。这一次飞机75的表现我是相当满意的。先说一下这把键盘上比较特别的2个点。我不知道大家对键盘上放屏幕有什么看法，反正在这之前我是觉得键盘上的屏幕是非常多余的，操作没有任何过渡动画 ，UI 也没有做太多设计。但是在飞机75上啊，可以看到我任何一个操作都会伴随着一个30帧左右的过渡动画，而且还是非线性的。很难说这个动画有多丝滑，但相比起其他键盘没有做任何过渡的屏幕，那这就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啊，终于有厂商在重视这一块的问题了。那另外一个点就是飞机75内置了一个蜂鸣器，也算是量产键盘上第一个带蜂鸣器的键盘了。当然要说这蜂鸣器有多大实用价值嘛，那也不见得。那就这玩意啊，宿舍里面用亲族的哥们啊，看了都要直摇头的。这样不喜欢的话也是可以关掉的，可以切换音效或者关闭啊，也算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功能吧。键盘的整体啊，感觉是不同于常规75配列的，妥妥的一个巨无霸。那一般的75键盘和它摆在一起，那都算是地中之地了。两侧的边框加宽，顶部的灯条，还有按压式的按键开关。右侧是音量滚轮加上显示屏，顶部的金属舱盖板是可拆卸的，里面是接收器的收纳仓挡板是靠磁吸固定，大力甩动的话也不会有掉落的风险。但我手里这款键盘的盖板右侧很明显是磁铁正负极装反了，所以装好之后的名牌会有一定的翘起，品控这方面还是得注意一下。然后翻过键盘的背面这一整块深色都是铝合金的配重在漆面做了抛光处理摸起来非常冰凉别人家的配重是一小块，那你这就是一整面的配重了，非常夸张，很舍得下料那中间的小飞机标志也是金属的，设计的非常清晰好看。光看这背面不说的话，谁能想到它就是一把499的键盘呢？键帽的话是采用一套 K 贴高度的键帽，单面的升华，可以理解为更加矮的 MDA 高度，渐变加拼色，外观偏素，整体的体验还是蛮不错的，也有更高的 KSA 高度可选。那考虑到键盘22毫米的前高我认为矮一点的 K 贴高度会更适合在这把键盘上使用。首发下单的话还会有额外的手托赠送也算是把甲给叠满了。那配列方面呢，飞机75这个名字就有很强的误导性了，一共有84个键位，在右侧的方向区做了右移增加了一排，刚好补上了旋钮和屏幕吃掉的这几个键位。另外呢，非下沉的方向键强迫症福利，好评。那轴体方面呢，手里这款是 MO 粉轴海木代工轻压力轴体，润滑方案对比之前的 VN 系列上的 MO 粉轴是做了一定优化的，很肯定是完全不一样了，就不再是那种很无力的回弹。20毫米的双盾弹簧虽然很轻，但非常跟手另外海木给轴体的屁股位置是开了口的，美名其曰空气动力学。实际用下来对轴体的触底的一致性确实有一定的提升可以规避一些油给多了触底发肉的情况，在这把键盘上我是没有发现的。飞机75的内胆也是目前主流那一套，P 棉 SP 轴下垫丝油垫，底下有 P 棉 PAT 底膜加上硅胶填充，那满打满算一共有6层反馈出来的声音也是十分的干净。手感的话是比较硬的，敲击的时候会有比较明显的那种反馈感。硅胶上的话也没有做任何刀法，重量来到了1500克左右是一个非常最手的重量了。电池方面是2块4000毫安拼起来，加起来一共8000毫安。官方并没有给到明确的续航时间估计有个300到400个小时左右。在拆这把键盘之前，我也发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在左侧 ESC 这个区域，用力按压的话，会有比较明显的摩擦声就是按起来嘎吱嘎吱响。那在拆开之后可以发现是定位板的凸起和 Gasket 结构的固定柱有一定的干扰。虽然正常使用的时候并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心里总是有点膈应的。
那这一点我也向厂家那边反馈了，他那边很明确说是在修改了，大货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总结一下，这把飞机75啊，堆料非常狠，外部大面积的金属配重和内部也具备了一些量产键盘没有的卖点，再结合499的售价，可以说很符合我对这个价位键盘的想象了。至于前高的话，22毫米刚好是我个人可以接受的极限。确实，对于一部分小鼠人来说，可能有点高啊，但官方不是送了手托嘛，也算是变相的给到一个解决方案了。好了，那是每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